One, two, three, four.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换城市啦，我们要去科莫多。然后现在我们先从酒店的现在我们先从酒店打车去机场哦，一会儿见。OK， 我们到机场喽，泗水机场，这还是我第一次进来。我这次经历了那个印尼的几个旅游城市嘛，我深刻的觉得他们这个好多就是你游客会去涉及到的一些地方，他都做得很好，就是景点，还有这个机场、火车站都是非常新、非常干净，环境很好。然后那些你觉得像小城市一样的地方，对吧？其实它都有大型的商场，你想买点东西啊什么的都很方便。好，我们到了55这边了。直接去值机吧，我们2个 luggage 都超重了，然后一共是付369K，折合人民币是163块，超重9公斤，然后它一張票是400多，还蛮贵的嘛，占比挺高的，超重的，付钱啦。对。Oh, payment not cannot cash. Only Payment cash. with cashless only. Only card 啊，只能刷卡。 No problem with 它这边很多地方不能用 cash 的，我也不懂为什么。不能。我们刚刚付完了那个行李超重的钱，然后我发现他们这边好多地方是不支持用现金的，只能是卡 Only Card， 所以一定要带好信用卡。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信用卡，他们只收芯片卡，可能是公共区域的关系、公共设施的关系，防盗刷比较好吧。这个芯片卡 ，OK 了，总算到了安检这个地方了。OK， 我们先去安检哦。我们过安检了，超快的，因为可能没有什么人的关系，安检口也是小小的就过来了，然后甚至水都让我带进来了，是因为国内飞机的关系吗？蛮好的，感觉超 easy 这个安检。他们这边的店呢还蛮好买的样子，一些防晒之类的。然后我在前面看到了泡芙店 ，Hello， 这个老爷爷好久不见，之前绝对我们上海是有他的。然后看看他们有点什么，这里真的很日系，给你分那么多种类，一共有21种。在上海我常吃的是这一款好像，但是这个小的也很不错哟。我买个这个小的吧，买2种口味。然后我刚才再闻了一下，他们这边有一家香水店，我发现这里的小姑娘很爱用奶油味耶，就是它那个香水里边是有朗姆酒，有奶油，叫奶奶的那股香精的味道，我一路上都在闻到。果然啊，是他们这里蛮人气的一款味道。我们现在找了一家咖啡馆休息一下，然后环境是这样的，还不错吧？不过它能到哪里这种稍微高级一点的地方都有服务费啊，服务费是2%，然后他们的税收是10%，好像是。对，开始。服务费才2%，那挺少的嘛。好吃哦，原味的好吃哎，好奶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要去登机喽 ，Go！ 我们这个坐的是一个喷气式飞机，但我看着好像没什么区别，不知道一会儿开起来什么区别。然后好香啊，他们这边很喜欢喷香水耶，在那个刚才候机的那个地方也是喷香水，这里也是喷香水。我们下飞机嘞，没有什么接驳车啊什么的，就自己走过去哎，好像也快到了，应该就前面吧。哇哦，好几辆航班同时到达，但是它只有2个转盘，我们的行李还没到吧？好了，我们拿完行李了，我就打了个 Grab， 然后你看，然后 Grab 它只有摩托车，你看 taxi 只有摩托车，看看我的行李，没有卡。
换一个 CD。OK，take C 吧。找个面善的啊！听说科莫多这个城市 Uber 就不好用了，好像是会被不接单啊之类的。然后机场根本就开不进来，因为 Uber 可能私家车的关系。这个出租车是在出口的地方有个柜台帮我们叫好，他说每个柜台价格都一样的，然后就先付了钱，我们再上这个车，对吧？然后司机还会问我们要的那个微信，说用车可以找他，这种情况下就不太会加钱啊之类的了。这边有个当地人集市，哦，看到有榴莲了，哦，你看那个小榴莲呀，我们等会儿会回到这里吗？我们到我们酒店喽，我们今天这次住的这个酒店叫杂死狗。好，看一下我们的酒店大堂，这是大堂吗？这不是商场吗？这是我们的 check in 的地方。正常，很可爱，好尴尬。我们现在去找我们的房间，这酒店也就200多吧，是吧？我看一下。哇，有没有吃啊？哇，这里服务好好，这酒店也不贵，但是他完全帮拿行李啊什么的，给一下小费。他好像很震惊你给他小费这个事情，他没想过要有小费，他转头就想走的，然后你小费塞上来，他说啊，前一间也是的，你给他小费的时候他蛮惊讶的，但反正我们也是都是给的，只要服务好的话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房间吧。好，我们订的是一个标间，2个床，太舒服啦，2个床都还蛮大的。然后这边就是2瓶水呀什么的，可以沏茶。我可以在这里化妆，太棒了。好，在这边它是有冰箱的，好诶。然后是一个我从来没有用上过的电视。我们来看一下卫生间吧。全身镜哦，也是有的哦。可以卫生间干湿分离，太棒了。然后这边也是这种化妆镜啊什么都给你考虑到了。然后它这个卡也是很可爱，印着他们这里的这个吉祥物吧，科莫多巨蜥，嘿，就是这2个抱着的状态，好像是他们打架的时候打累了要停一下的那个状态。然后我们这一间也是很便宜的那种，杂死狗，对，我就深深的记住它这个名字。然后大家可以猜一下它多少钱一个晚上，反正也很便宜。然后它在3楼还有无边泳池可以用。那我直接说价格啊，它价格是280一个晚上，很划算，有没有？然后但不包含早饭，但是如果要早饭的话，也就是当地的钱是18000一个人，8块钱左右吧，8块钱吃什么呀？反正我明天因为有行程吃不到，我后天想去试试看，8块钱绝对吃回本。Hello， 我们现在从酒店出来找晚饭。然后它这里的海鲜还蛮有名的，可能靠海的关系吧。我本来想去夜市吃的，但是因为明天一整天都要出海嘛，我想还是安全起见，去餐厅吧。夜市可能放到最后一天。离我们这边不远的一个地方有一个4点8分的吃海鲜的餐厅，我就想就去那家吧。一直看到像这种餐厅，他们菜都是这样子的，一个一个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用这种展示的方法。这个餐厅走过去多久啊？前面就到了。这谷歌地图上面的时间都要乘以2的，说10分钟的就要走20分钟。就是这家吗？这么漂亮的这家吗？好，我们走到餐厅了，就是这家，里面亮着的这一家。嘿，我就刚才说这家很温馨，旁边还有 supermarket， 没想到就是它。他们环境是这样的，还蛮像一家咖啡的。它写什么红招牌海鲜料理，那应该是中式口味的咯。这里的蟹还蛮贵的，这个盎司来算的，换算下来大概是300多1斤，大概是不知道呀，反正我感觉蛮贵的吧。
它有这种哎，脆皮鸡大概30块钱，1/2这样子。然后我总算看到了炒青菜耶，还有点什么？炒油菜、龙须菜、西兰花、豆芽，这个才10几块一份呢，给我来3份。我怎么看到正常的蔬菜？哦，真的。OK。好，上菜啦！这是海鲜炒面，有海鲜啊。好久没看到蔬菜了，一连点2份。这个是炒空心菜，这个是炒豆芽，哎，这个豆芽跟我想的不一样。哦，来了一个厉害的，哎，你放我这儿吧，都我的。这个是我们点的这个蒸鱼，海鲜其实没有我想那么贵，它1样丝是指的是100克，然后这个是500克，也就是1斤嘛，这样子大概人民币是50不到吧，不知道是什么鱼哎。啊，然后再点了一份这个古老鸡，我很喜欢他们这里的古老的做法，就很古早味的那种中餐。每个都蛮好吃的，但我想要一双筷子，看。拿到了筷子哎，哇，好亲切啊！这几天下来，筷子都怎么用都忘了吧？你可以夹面，夹豆芽，这个豆芽真的好小，就好可爱。像我上来的时候，我以为是一盘泡面。哇，吃起来中餐更开心嘞！古老鸡，就他们古老鸡特别的嫩。清蒸的海鱼超级好吃，我居然有清蒸，我都感觉要流泪好吗？因为如果去夜市的话，他们只有 barbecue 的，很嫩。我感觉我明天后天要再来了，怎么办？不想找其他店。Hello， 现在是科莫多岛时间的早上6点钟，然后我们要出岛啦！一会儿去看科莫多，然后还有粉红沙滩。今天一共是有6个点，反正我们一一走过来吧。这是我们第一次来科莫多岛，因为看点很多，我们就直接报了一个团。这位跟我们友好握手的是今天的导游，后来发现他是老板。昨天刚买的，可爱吧？第一站我们来到这个帕达尔岛，这里主要是徒步登顶看海湾风景的地方。碧蓝的天空和海湾衬托着漫山遍野的绿色草甸和野花，就很像是《绿野仙踪》里的场景。这个船哦，开了大概多少时间呢？1个多小时吧。哦，我头发都是粘的。真是一个神奇的小岛哎，因为海边居然有路哎，哇，好奇妙哎！海边看到一条路哎，海滩里面就有路，哇，那应该其他地方更多啊。对啊，前面应该更多。这个地方导游让我们就自己随便走走，一会儿过来结合。啊，好像仙境一样哦。你看这个三角，啊，你看这个几何形，啊，草坪这里都是野蝴蝶。野蝴蝶。哇，整个山是这样的，然后哇，整个海是这样的，就想起那个少年派电影里面，他着陆了找到一个岛的这个场景，好有趣哦！这种山里的这个野花丛跟这个大海结合在一起，哇，这个太奇妙了，这个场景。我们现在就要顺着这条路一直往上走，到上面去俯瞰这个整个海景。哇哦，这里让我想起所有电影里面关于这种美丽海滩的这种画面，什么海边的曼彻斯特，什么少年派的漂流啊，甚至是基督山伯爵啊，落难的时候，呸，不过就是反正你在海上遭遇了一些什么，然后你命数快要到的时候，
你就会看到这么一个像梦里才会出现的岛屿，非常非常纯净的不得了的一个地方。它这里的配色啊，真的非常非常好看。你看，只有绿色、黄色的小野花，跟一片一片的蓝色的这个海湾啊，还可以啊，快到顶了。在岛上看到这棵孤独的树，在它的下面埋点宝藏。遭难的人应该是就是那种拿到了宝藏，但是回程的时候却没有任何的物资可以去维持生命了，就是遭天谴的那个状态嘛，所以应该把宝藏就埋在这里面。对，然后等我下次那个回家了以后，再开一艘豪华的游轮过来，把这个宝藏挖出来。棒！哇哦！我现在来到一个让我脚很陡的悬崖峭壁。你看下面的水这么蓝，哇哦！好，我们准备一气呵成的登顶，还有这些路。我们现在登到山顶了，超级超级的美，非常的开阔。然后看到小石堆。我转一圈吧，来看一下山顶这个风异常的凉爽，感觉是自带空调的。那我们现在要上船了，这导游说这是最难的一个行程哎，交给没有吃饭的我们，先把能量耗光，然后后面老老实实的待着。然后下一站我们是去粉色沙滩哦。第二站我们来到这个网络上一直看到的粉红沙滩。形成粉红沙滩的条件有几个，一个是要有白色的沙滩，一个是红色的珊瑚碎片，还要有一种叫孔虫的微生物。这种情况加在一起就很罕见了，所以一辈子能看到粉色沙滩的机会并不是很多。如果我是来探险，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，一定会超级的惊讶。真希望我在来之前没有看过网上那些照片。不是特别粉，还可以，但是还不错。我刚刚上船的时候吃了点晕车药，整个人其实一直都是梦游状态。看到再美的景也是心情很平静。下一站。第三站是大家都很期待的科莫多龙，它是蜥蜴界的顶流，是其他蜥蜴口中的传奇。它几乎没有天敌，长期的站在食物链的顶端。它除了体型庞大以外，速度也很快。下颚还带有毒腺，被咬的动物就会血流不止，无法行走，直至倒地死亡。随后它们就笑着现身。我们到科莫多岛了。大家全程最期待的一个环节，去看科莫多龙。科莫多龙是我查了一下，反正它是那种视觉不是很好，但是听觉特别好，然后嗅觉也特别灵敏。刚才导游跟我们说，如果有女生来姨妈的话要小心点，她对那个血的气味会特别敏感。这是导游哎，他手上拿着那根叉子，就是我们全船人的希望。好，我们进去了。不过科莫多龙就是我看了一下，它主要是吃腐尸的。当然它也会自己去捕猎。然后它如果咬了猎物的话，猎物就会这个血就是止不住，然后猎物跑着也就死了，然后它再去吃这个样子。这里应该食物很充足吧，轮不到游客。我们现在应该是从入口的地方进来了吧？然后这里就是非常非常居民区的一个地方，居民区，看一下，就很本地人居住的这种居民区。
它这个楼下面都是腾空的，建在上面。应该就是为了。它下面也是可以吃饭呐、之类的。对，他睡觉都睡在楼上面。哇，这里好居民区啊，这里都是正常人居住的喽。哦，然后他们在做这种木雕，哎，真的是自己雕的。我以为一路上进来又是那种迪士尼乐园的那个感觉，在外面放一下音乐啊，弄一下喷泉啊之类的，真不是哎，这里真的是有一种野外探险的感觉了。你好，午餐、晚餐，哦，这是我们的导游拿着个叉子撞一下绅士，哇，真的野，这是真的野，我没想到，还蛮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的，又爬山喽。哦，它旁边就是这种野丛林，说这里蛇啊什么都有的。感觉大家当心咯。哦，这边有个介绍哎，他说科莫多龙1个月才进食1次，所以谁吃你们游客啊？然后他说他唾液里有大量的细菌，不要被它舔到了。然后科莫多龙是能够单性繁殖的，好像光雌性就能自己繁殖了。啊，合个影。哎，有这种雕像就开始有点这个乐园的感觉了嘛。现在变成音乐之声的调调了，大家要唱一下。当当当，一片美好。等会儿就切换场景到侏罗纪公园了。前方有情况哎，都聚在那边了，是看到了吗？扒开人群看一下。哇哦！哇，真的有！哇，它一动不动，吃饱了吧，在睡觉。情绪特别稳定的老演员了。然后它地上有它的便便哎，是白色的。它1个月才吃1次嘛，这消化肯定是要消化殆尽以后，其实要慢慢走，慢慢走的。一旦有声音，它头就扭过来了，好吓人。它就是靠声音和嗅觉来辨别的。其实你想想，它也蛮那个的哦，就是它是困在一个没有什么视力的那种状态。它就是很混沌的，就靠听觉和嗅觉。继续走，继续跟着我们的音乐之声小队。前方现在出现了2只，哇，他们还是敢弄出声音来。哦，他说这2只是一对，前面1只是雄的，后面1只是雌的。旁边有朵小花哎，跟它好衬哦。咳嗽了吗？好，合影环节结束，我们继续往前走呢。合影的时候蛮吓人的，因为主要是那只大蜥蜴这边是在你镜头前面嘛，但是那只母蜥蜴在旁边直勾勾的看着你，跟我老公合影，把我吓死了，现在有点冒汗。有超级大一只，这个好像是我们就一路看过来最大的一只了。你看拍照的这个距离，差不多是这样子。我们现在应该是有一个回程了的路了吧？哦，然后这里100%都是穆斯林，也看到了在海岸线上面金色的清真寺，特别的美。超级的饿，我早上大概5点吧起来，也没来得及吃早饭，一路到现在哦。我现在在队伍的最后面，因为我真的走不动了，好饿。如果后面有科莫多追我的话，就也没有人帮我拦一下。午餐时间，看看有点什么龙虾片。哦。哇哦，还蛮丰盛的嘛！这是鸡吗？还有一个鱼是吗？哦，这是甲鱼哦。饿死啦！真的是鱼。为什么拿手拿？因为它只有勺子。
还不错了，感觉饿死了。先吃一碗饭啊！午饭结束。现在是一个下午的行程。下午的行程是潜水、浮潜。我们要去看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鱼，那个叫魔鬼鱼吧。看一下长得是蛮吓人的，而且好像巨大。希望那个我有勇气下去吧，不要怂。然后看完以后再是看一个海龟，然后再去一个岛。那就现在上船吧。第4站，我们来到这个月牙沙滩，准备一下，大家就开始下水浮潜啦。同行的人看到了海龟，我虽然没有看到，但是我们惊喜的看到了这一位。第1轮浮潜结束了，然后是看海龟的，但是我没有看到海龟，我们看到了好多小鲨鱼，好开心哦。然后下一个地方我们要去看魔鬼鱼，然后那边是深海150米，所以我们都穿上了这个救生衣。第5站是附近的魔鬼鱼潜点，它正式的名字叫福分 Manta， 它是体型最大的鳐鱼，虽然叫魔鬼鱼，但其实性格很温和。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到这么大的海洋生物，这个世界真的太值得探索了。第6站是到了一个看海龟的海域，可以看到很多的珊瑚和小鱼。谢谢工作人员帮我们潜下去拍到了海龟，海龟在海里就像是宝石一样的颜色。结束以后我们就回酒店休整一下，现在出来吃晚饭啦。我们现在出来吃晚饭咯，然后今天想去夜市看一下如果夜市不行的话，我就还回到昨天吃的这家。前2天在那个夜市里看到榴莲的，不知道今天有没有，去看一下。我们突然进入了买榴莲的环节，不要太大的吧，我也吃不掉它这个榴莲开价有7嘴8舌，一群人一家子，有说100的，有说给我80的，有说给我50的，然后那个小姑娘说给我60，那就以50为准吧，对吧？挑一个我们看得上的吧。50是多少钱人民币20几块吧。啊，52几块，一个不知道什么品种这种。开个盲盒吧，22块钱买不了吃亏，在外面就买1囊的价格嘛，对吧？这扒不开的可能是干扰类的吧，我知道。好像还不错。我知道了，它这个品种啊，就是核特别大那种。还行，凑合过的。OK。那反正22块钱一个它这个盒就是这样子很大那种。然后他们家好像连袋子都没有，第一天做生意，好像去拿了各种没想到会卖掉的样子。不是，我要个袋子，他家没袋子，你知道吧？只有一个绳子，捆精绳给你绑一绑。看这小伴手礼不就有了吗 ？OK。好啦，只能这样子一路拎回去，看看哪里能买个袋子，我先把它装起来吧。我们过马路，这个便利店吧，开吧，看看一整个，对吧？其实肉非常少的。我就感觉这个榴莲吧特别贫瘠，你知道吗？我这样捏已经捏到核了。但是味道还算是甜的，是有榴莲的香气的。哎呀，它这榴莲这味道很奇怪。它
没有肉，感觉你知道就一层皮。这什么品种啊？就是吃个盒儿。榴莲是榴莲，就一个人都可以吃一个的那种分量。我觉得吧，那个大一点的金枕头一囊，大概可以抵它大半个吧。哎呀，你手都抖了，加油！我感觉这个榴莲吃了寂寞，拿出来已经能看到核了，就肉就这么薄，但是哦，这个榴莲哦，它开出来有6囊，特别的匀称，就是一看就是像是那种报恩榴莲一样的。我觉得它是尽力了，就是能开6囊的一个小榴莲，每一囊但是给的那个肉都很贫瘠，它尽力了吧，在它的范围内已经给你最多的肉了。哦，这一整个榴莲哦，吃的我第一次吃榴莲吃到叹息哦，你知道吗？它那个就是典型的皮薄馅儿大，就是都是那个一个籽儿超大一个嘛，你拿出来你就能看到那个籽儿，你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别人嘬过的，感觉嘬到就是人家那个嘬过只剩一个核的那种状态，哎，越吃越觉得不舒服。好啦，现在去想想哪里吃晚饭吧。当我们的晚饭来了，今天还是来我们昨天来的这一家中餐馆吃饭了。然后今天的菜是点了一个炒饭和一个勾芡的蔬菜，这2个拌在一起就是福建炒饭了。然后还有一个重头戏的这个螃蟹，这螃蟹多少钱啊？我想哦，88一斤啊。然后这个说是1斤的一个量，然后用他们这边推荐的一个酱汁做的，吃吃看咯。然后趁吃饭的时候，我来复盘一下今天的这个1日游的这个行程啊。它是有6个景点要去。我当时听到6个景点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是拉练啊，简直太累了。但是还好，其实每个景点它逗留的时间还可以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们是早上6点出发，在晚上4点，那么好吃吗？还给我盛点。我是说这2个加在一起是福建炒饭对吧？下午4点。回到酒店的真的是蛮累的，但是很开心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先说一下6个行程啊，就一个是爬山，你会觉得爬山一早我6点去爬山，我当时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安排？去了你才知道，哇，那个场景啊，就是少年派的梦幻漂流里边的有的样子，或者是那种英伦小说，就是简·奥斯汀小说里边才有的那个场景，铺满了黄色小花的一个山脉吧，然后跟那种悬崖峭壁下面的这个大海的结合，超级美。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爬上去，记得穿你比较好爬山的那种鞋子哦，不然很累的，因为它有一些可能比较难爬，会打滑嘛。这个结束以后，我们就去第2个粉红沙滩了。这个沙滩其实呢，网上那种粉你就不用去看了，那个肯定弄过的嘛，但是它还蛮好看的，就是柔的那种，像是褐粉色的那种颜色，再加上蓝色的海，就拍照什么的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后面第3个就是大家所有人最期待的那个看科莫多龙的那个地方，但是这个意外的让我觉得啊，就这样吗？可能期待太高了，还不知道怎么样。前后看到的龙就一共是5批还是6批，我忘了。而且感觉他们都是老演员呢，就在那边摆好的，没有偶遇哦，没有偶遇的那种。他说这个公园里边有1000条龙，但是我们真的就看到5个。然后唯一跟他的互动方式就是你离得他老远的地方帮你拍照，就是你不能离他近，他稍微有点动静，然后旁边那个导游就是拿这个叉子帮你保护你的人都会很紧张。科莫多龙它主要是靠听力来辨别的。好，然后意外的让我觉得啊，拍照就结束了吗？好，就结束了这个科莫多龙。吃完午饭以后，后面3个都是浮潜，没想到浮潜才是整个项目里边最开心的，好吗？这是第1个，先是浅海浮潜，那个海非常漂亮，带着那个浮潜镜下去，就可以看到非常多那种透明的白色的小鱼。然后我还看到就是它的那个 baby 的鲨鱼，就这么小一个这样子，它还游不过我，就游得特别慢，很可爱那种。看到2批一起游这样子，很浪漫那个景。然后后面一个是我整个行程里最喜欢的深海的浮潜，然后在里面看那个 manta 的，就是魔鬼
就是我们拍的好多这个魔鬼的这个视频。你螃蟹给我留一点。它那个海说最深有150米，但是我们去的肯定没有，我觉得最多10几米吧，这样子也蛮深的。你第一次入海游看到这么深的这个状态，真的还蛮吓人的。但是能拍到那么多魔鬼，我真的超开心。我们导游真的好会找，也可能我们去的这个时候正好魔鬼比较多，反正超级开心这个。但是安全的问题也在这里出现了，就是他会问你要不要这个就是救生衣，你一定要，因为我就是套了救生衣的，然后下去以后，在里边其实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于海，不是来自于鱼，而是来自于你旁边的所有的游客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 Manta 出来了以后，就是不止我们一个团嘛，还有其他的团一拥而上，全部围在一起去看那个 Manta。然后有些人他那个浮潜比较厉害的，他会就是不带那个救生衣，他会一头扎进去，然后带一个脚蹼这样子。然后就在所有人围着看的时候，其中有一个非常人高马大的一个男的，就是带着脚蹼一头扎进去，整个脚蹼就完全不往后面有没有，啪一就是这样子一翻，就直接把我的面罩打掉，然后把我的那个呼吸管就全部打掉了。我当时头是蒙在水里的，我就好惨哦！我那时候就一下子就慌了，然后就还喝了一口海水，眼睛里边也进了海水。但是还好那时候知道啊，我还穿救生衣的，没关系，我也沉下去。所以你知道救生衣有多重要吗？它不只是能就是物理上救你的命，而且在心理上它会给你一个安定的作用，让你知道不要慌，我还有救生衣可以用。我好大，就是那么多人你不看看旁边嘛？但是真的就会有这样的人，对不对？然后看到魔鬼鱼太激动了嘛，大家都是对不对？还是小心点嘛，这个对。然后这个后面结束以后还有一个深海的浮潜，它好像是各种鱼都有，我感觉主要是看珊瑚，珊瑚很漂亮，然后还有很多小丑鱼啊，各种各样的鱼啊在那边，五颜六色的，还蛮好看的，但那个也是很深啊。好，那差不多这个行程就说到这里了。好，然后说一下那个价格的问题啊，我们找了好几个团，问下来是差不多这样子的，6个行程是125万一个人，然后我们找了一个小红书上有一个人用过的，我觉得应该是挺靠谱的，然后问了一下价格，他是直接给到了105万，我们觉得挺好的嘛，也没有还价，因为差不多人民币也就480左右吧，反正玩一整天，所有东西都包。啊，除了科摩多门票不包，卢币是40万，对，然后也就是人民币160块，就是这么一个团，这么一个价格，我觉得性价比蛮高的，服务也是蛮好的，很有服务意识这样子。然后最后就剩下，如果你要去的话，就是我自己总结下来啊，你带几样东西都要带，防水的防晒霜，隔几个小时涂一次。然后第二个是速吸鞋、涉水鞋吧，我觉得会比较好。对，千万别穿人字拖或者拖鞋。你爬山的时候，它有一些是非常难爬的，你脚底打滑的话很麻烦的。然后换衣服的地方呢比较少，所以你最好就是里边比基尼什么自己穿好。第一个爬山的场景，如果你穿那种棉麻的白色衣服，超级鲜、超级美的，反正女孩子可以试试。里边穿好比基尼，外面穿那种棉麻的衣服就 OK 啦。好了，其他没有什么。如果你们有什么疑问，再给我留言吧。I can't let you go, baby. I just wanna tell you that.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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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Yeah. All of my friends say, girl, you better take care. 'Cause that man is trouble, you best beware. And though deep down, I know I might be headed for teardrops. Now that you got me started, I just can't stop.